台湾第一点。它完全基本上是半放养的状态，所以他们会自己到这个阴暗的地方下蛋。这很有毛哎，好热哦，很热的。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在家里的任何一个盆栽摆饰，却是可以随时随手捡来吃？以为吃蔬菜不是一件挑食的行为，但没想到满桌的生菜摆了以后，我开始在挑我要先捡哪一个。我觉得我好像来到你看那侏罗纪公园里面的嘛，人家在育恐龙蛋，我这里是在育苗哎。哇塞，这太聪明了吧！有一个问题，在科学家跟哲学家的领域已经讨论了 N 百年了，到现在都还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我觉得是先有菜。明明是讨论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居然蹦出先有菜这么另类的答案，麻烦请给我一个坚强的理由。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但是你带我来看有菜，它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为什么会养鸡，就是因为我们有先有种菜，种菜之后才会开始养鸡。种菜才开始养鸡是什么概念？为什么要种菜然后开始养鸡？因为我们菜其实它是需要很多鸡粉，然后我们当时在想说要找到好的有机原料、有机质的肥料的时候，对，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来养鸡。所以我们其实养鸡是为了要种菜。还有这样的，可以进去看吗？可以啊。哦，这一栋这里面有写它是种青松，对，种的很青松跟雪儿有两种，青松跟雪儿两种菜，青松菜跟蜜雪儿白菜。哦，好，去看看。它算是白菜的一种。对，这算是我们看了乍看之下，它其实就是小白菜。你不会跟我说这里是不要的吧？对啊，这边的都是不要，地板上看到都不用。地板只要没有像这样包起来就是不要的。对。但是对我来说，我如果在市场我会挑这种真的吗？这个虫洞比较多啊，就表示被虫吃过比较多。对，被虫吃过，表示它没有毒啊。它没有会吃，但你看我们这一整栋其实里面的都是比较漂亮啊，靠近外面的，因为门打开的时候会有虫进来，外面的会有虫子。哦，所以其实还是可以挑漂亮的，挑漂亮啊，因为做生意你们要挑漂亮给消费者嘛，对不对？那像这个我们就都不要了，对，那不要了，它拿去哪里？这个不要的话，我们就会拿去做成堆肥。堆肥，对。我一开始有觉得你会站在一个就是不要浪费食物的角度，但是说实在，它也没有浪费，它把它变成了肥料，也一样再回到土地里面。但我想的会是另外一个问题，是觉得，为什么现在种蔬菜、种菜已经变成像这样系统化跟公司化的操作模式？以前的农民们、农夫在种蔬菜的时候，他就自己家里有块地啊，我压肥，然后种菜、撒种子，一直种出来。那以前的土地跟空气、水质也相对来说比现在干净，但现在却变成我要用很系统化的方式，让所有的食物变得干净，到人可以吃，到它可以种出这样漂亮的菜。这我反而会去反思，到底为什么现在会变成是这样子。这个是什么菜？这叫青松菜。青松菜一般来说我们会用在哪里？一般我们就是炒来吃啦。我没有吃过青松菜，我永远的工作都是不轻松的，都是不轻松的。我们一般的菜在市面上菜市场可能都比较难找到，说要去有机店才可以找到我们这种比较特殊的品种。好酷哦！那这些种源你从哪里来？这些种源大部分都是日本配出来的啦，日本都是进口日本的种子。日本进口的种子。你们不好冒昧问一下，你们家原来是做什么？怎么会做到这么大？全部现在我看到你们总共有几栋？我们现在总共有105栋，105栋，通通在种蔬菜。对，而且这些蔬菜，也不一般。这些蔬菜就是比较有没有一般一点啊？有没有一般一点？大家一般一点都知道。像有些罗曼啊，或是青江菜啊，青江菜比较一般。哦，青江 OK， 但罗曼你也是要到市场上找到吗？或是 A 菜啦，哦 A 菜可以 ，A 菜就是比较家常，就是比较家常一点。但我们这些其实料理方式也都很家常，就炒一炒就可以了。对。哦，刚忘问的，你们家原来是做什么？我们本来是种草皮的，就是那种景观用的草，高尔夫球场那一种。哦，那为什么从草皮转来种蔬菜？草皮就很好做啦。
草皮第一个它其实用药会比较多一点，因为它为了要让它不要有杂草，所以通常都还是会用一点农药。对。然后其实草皮它就是因为也不是人吃的啦，所以它如果要让它长得快的话，就可以用化学肥料。但是其实这两种东西都会对我们环境、对土地造成伤害。哦，懂了，所以你们就改来种青菜，然后所以想要种青菜，所以你要先找鸡。对，我们就先养鸡，就养了鸡。哦，然后来种青菜，然后用它的堆肥。对。哇，好酷哦！可以借我。所以这个是可以摘的，这个就是直接拔起来，整颗从底下直接拔起来，还可以带根。哦，它的根其实蛮浅的。对，它拔起来是蛮好拔的，好漂亮。然后你直接从这边割下去就可以。那外面会有几片叶子，就让它掉地板没关系。对，啊，割太多。然后我示范一次给你看。那如果这就不好意思了。没关系，那个等一下可以带回去煮。这个的话，我们就是从根这边呢，对，直接一刀下去，然后外面的叶子再把它除掉。大概就是这样就可以了。所以你们算是就是比较有系统的农夫了。有系统，我们算是公司化经营。公司化经营。哇，好酷哦！我很佩服他们从原来种草皮，然后要撒农药，而改变成现在一栋一栋的温室，然后种了很多很新鲜、很漂亮的蔬菜，然后给到消费者的手上。我很佩服他们这个决心，做了产业上的改变。燕哲说，爸妈原本以种植景观工程草皮为主，有感于生态变化，决定改变惯行农法，将经营20多年的公司转型成为有机农场，甚至远赴日本、泰国等国家取经，并且在2017年底停止全部的草皮生产，全心全意投入有机，打造一座完全零废料的农场。哇塞，这些都是小苗哦。对，它要种到多大以后可以拿下去种？大概这么高，所以它大概还要几天的时间？如果以这个山菠菜来说，这可能还要快要1个礼拜，再1个礼拜。对，那这种呢？这个可能就比较快，这可能在3、4天，在3、4天就可以了。对，哦，所以它只要长到这样的时候，其实后段就很快就可以拿起来，直接到土里。对，就直接种在土里面。哎，问一下哦，我们以往传统的农夫种菜的方式，也是像这样吗？先把苗种出来才到土里吗？没有，传统的话会直接把种子撒在田里面。那种子撒在田里面，它能出多少就不固定了。其实也是大概会有可以抓一个数字，但是它在里面棚子里面待的时间就会延长。哦，那延长的话，虫害啊、病害就容易进来。不是延长是什么意思？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这边先种大概10几天的时间，对，然后移进去大概就种20几天，加起来大概就是45天的时间。45天。那如果在棚子里面待45天的话呢，常常就会有虫害，会有病害产生。在棚子里？对，在棚子里面。哦，所以我们这样种就好科技哦，跟以往种的方式真的不太一样。以往撒进土里，你也没有办法可以保证说它能出多少株。比如说这样一排有128个，对，这一排。对，一整盘是128个，就128个，所以你种下去，它就是有128株，就是在里面。对，确定。哇，光这个1、2、3、4、5、6、7、8、83、24乘以128。哎，我没有算，我一直在算的，但是我就不会动了。总之就是很多颗，很多。虽然有机农业促进法规定种苗必须是有机的，但目前台湾的环境取得有机种苗有困难，所以在无法取得种苗的前提下，农民可以使用惯行种苗。燕哲说，虽然他们进口的种子非有机，但从取得种子那一刻起，就以有机方式来育苗，甚至为了种菜的肥料不惜重金来养鸡，让每个循环再利用，建构一套零废料的农场生态链。哇，好浓的一个香味啊！对啊，这是我们烤黄豆的味道。烤黄豆，对，你不是要看鸡吗？我们现在有看鸡的饲料。我先看它吃的东西，先看它吃的，再看它拉出来的东西。没错。哦，这个吗？对，这个就是烤黄豆。哇塞，这个不是，这是烤过的。对，就是这个正在烤，然后是刚出炉的烤黄豆。等，哦，这有好多问号，为什么要烤？
因为我们进来的黄豆是从美国进口的有机黄豆。对，那有机黄豆它是生的。对，生的话人或是鸡都不能吃，为什么？吃的话会拉肚子。生黄豆不能吃。对，不能吃。 OK， 记起来，笔记了。生黄豆不能吃，人吃或鸡吃都会拉肚子。都会拉肚子。所以这个是烤过可以吃吗？可以吃，你可以试试看。你确定？对，可以啊。你确定？我通常都是要做菜的人先吃，我才会。它完全基本上是半放养的状态，所以他们会自己到这个阴暗的地方下蛋。这很有毛哎，因为好热哦，很热的哎。我觉得我好像来到你看那侏罗纪公园里面的嘛，人家在育恐龙蛋，我这里是在育苗哎。哇塞，这太聪明了吧！台湾第一点，你可以试试看。你确定？对，可以啊。你确定？我通常都是要做菜的人先吃，我才会吃。我吃，吃起来就脆脆，很香。好吃哎！对，因为其实这个黄豆的等级啊，就是我们一般在有机超市里面买到的黄豆，有机黄豆的等级。对。哦，好香哦！这给鸡吃太浪费了吧？我们鸡吃的都比我们人吃的好。所以鸡这个饲料烤成黄豆之后，然后还要做什么加工？我们还会加上玉米，然后把它磨粉。磨粉之后还会加一些像拉卡补充它的钙质。对，然后就做成饲料，就会存放在那里。哇，你们真是一条龙服务哎！所以难怪你说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你说先有青菜，对，因为你有了蔬菜以后，你去怎么想，怎么养鸡，而且要怎么样把鸡养得好。其实我们的鸡非常特别，它在全台湾是唯二的有机通过有机验证的鸡。对，那有通过有机验证的话，就是它必须饲料有80%的原料都是要经过有机验证的饲料原料，就是有机黄豆跟有机玉米。这已经打坏我的三观了，就是连鸡肉都要有机。对。好，然后我们现在要带我去看鸡的。对，我们现在就来去看，直接看鸡蛋，捡鸡蛋。哦，先捡鸡蛋，哎呦，一步一步来，对不对？最后一刻才看鸡的堆肥。为了确保有机肥料来源零污染，这群好命鸡除了有食品级的有机黄豆和玉米当正餐，还有包装整理淘汰后的有机蔬菜，让它们当下午茶点心。光是饲料成本就是一般鸡的5倍，这样会不会过太好啦？其实不瞒你说哈，我在菜市场买菜买回家，我自己整理完了以后啊，准备下锅前，它也就长这个样子。就是这么样的干干净净的，哎，洗得好好的这样。但你知道吗？你这些全部是要喂鸡的。对，我们是要拿来喂鸡。你们太夸张了，就是烤过的黄豆给鸡吃，我们种剩下来这种漂亮的蔬菜，当然这是你市场上没有办法卖了。对，你还是给鸡吃。对，就是给鸡吃。哎，有一种真的像你说的，鸡吃的快比人都好了。没错。我感觉这个鸡到我家的地位也会比我高哎。应该也不至于，到你家可能就被在汤里面了。哎，不会，留一只鸡下来生蛋也不错了，对不对？哎呦，他们这样就来了，来，他们看到绿色就会开始。所以鸡是认得出颜色的。认得出颜色，他们的看的颜色的色彩反而比人还多。真的哦？对，它能够辨认出的色彩。对。来，一人一片，不要抢，来这片给你，这片给你，这里就有一片你不吃，你在那挑。哎，你还挑哎，他挑哎，然后来片挑，自己挑，你就丢给他就好，他就会去挑。他就会叼。这里，这里，喂鸡有没有什么语言呢？通常没有，他们就是看到，有时候看到人就会很开心。哦，真的哦。所以这边的鸡是拿来做什么？下蛋？对，这边主要都是蛋鸡。蛋鸡。对。所以说，蛋鸡完之后养多久？你们会养多久？我们等到它开始生蛋，大概会养1年左右。1年左右。对，1年，然后就会淘汰。哦，1年就淘汰。但是你说我们因为种菜你养鸡，那你养鸡为的就是要他们的，看一下，在哪里有？这个就是鸡粪。
哎，在这里有个新鲜的鸡粉。但是你只有这样一场，能够累积出多少的堆肥呢？鸡粪的堆肥？其实我们就是以我们养的量跟我们种菜去做一个平衡。对，所以就是如果鸡粪不够的话，我们还会加一些像废菜叶啊，或者是豆渣之类的东西下去做我们的堆肥。哦，懂了。所以它还是有混合，不会只是单一的啦。对，不会就连包括鸡吃的东西也不会只单一。对，然后鸡的粪便排出来再给做堆肥，它也不会是单一的一种营养源。对，都会是混合的。哦，好酷哦。为了有机肥料而盖鸡舍养鸡，听起来或许有点傻，却是傻人有傻福。现在燕哲家的农场不但是全台唯二的有机畜牧场，这群不打针、不用药的快乐鸡，平时除了在放牧区的自由走跳，还有室内可以休息，当然头好壮壮喽。我们现在来到的呢是这鸡的产蛋，你知道很夸张哎。来，我这边看就知道了。它完全基本上是半放养的状态，所以他们会自己到这个阴暗的地方下蛋。对，没错。他们的习性就喜欢在暗的地方。对，有安全感暗的地方，他们就这样下蛋，所以每天就会有专人来捡蛋。对。哇塞，太酷了吧！所以我家里有一块，我也可以用这样的，我不用去到处走捡蛋，我这有一个阴暗的地方，这样我就每天在后面收蛋就好。没错。哦，真的哦。它就会自己找一个做巢的一个习性，它就会自己进来。哦，所以这里面全部是蛋鸡，全是母鸡。对，全部都是母鸡。哎呀，这样子母鸡会发抖，你抖不抖？我母鸡抖啊！哇塞！来，把它捡起来。哎呦，热的，刚生下来，这颗刚出来是热的，你摸，修哎呢！哎呦喂呀，好新鲜，是你的吗？这是在外面的是在排队的，在排队进去等着生的，对不对？对。哦，它的屁股还在这里，它的屁股在这里，这还有毛哎，修哎，好热哦，热的哎，有吃过温体鸡、温体猪，有没有煎过温体蛋？嘿，现在这个马上煎，应该还不错啊。好，我们等下就煎这一颗。真的，直接煎这一颗，我把它放旁边。人道饲养的半放牧环境，让鸡只们可以自由地奔跑、啄食、晒太阳。在高品质与健康的坚持下，一天能生产将近4000颗的有机鸡蛋，也让这座完全农场成了全台最大的有机蛋厂商。即使蛋价是普通鸡蛋的5倍，却还是供不应求。逛完了这一整个算农场。对不对？如果我们没有尝试来吃一点东西，怎么会有一种光说不练的感觉？没错，对不对？好，我们先来看这个叫做有机认证的有机蛋。对，有机的有机的鸡蛋。对，有机的鸡蛋。哎，听说他们跟我讲说可以这样抓起来。对，可以试试看。真的假的？真的，就是你轻轻抓的话是蛋黄是不会破。怎么抓？你抓一次。是不会破的。哎呦，真的不会破哎。对啊。所以可以大胆的玩它哎。可以玩它。对。哎，这样还不破哎，蛮强的。我们回到科学家跟哲学家的议题，到底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你们觉得是先有蔬菜？没错。那我们先试蔬菜咯。好，试试看这个有机的蔬菜。其实我自己吃，我有时候很少挑东西的。清爽清脆，这什么？这是千宝菜。好吃哎。对，它就简单，其实清炒一下蒜头就好吃。它有菜味，但它的菜味又不是我们一般吃到的那样的菜味，有时候会有一种辛辣的感觉。对，没有辣，它不是辣，很自然天然的味道。没有，一样是种在土里，只是你改变了种植的方式。对，改变了它的肥料。对。哦，好酷！有蔬菜以后，鸡蛋哦。鸡蛋。好。
来一个鸡蛋。哇，鸡蛋真是人生必须。用盘子，可以，我通常都是一整颗的。哇，很豪迈。好吃。哎，有机鸡蛋，对，它好吃好吃比较不会像一般蛋有那个腥味，对它没有那个蛋味，有一个香味。香香的。谢谢你，让我们了解，原来哲学家跟科学家，你们讨论了这么久，你们也没有发现其实先有菜吧？你们这边diss来diss过去，滋，我吃蔬菜。印第安人有句名言说：“等到最后一条河被污染，等到最后一棵树被砍掉，等到最后一条鱼被捕捉，然后你才会明白，原来钞票是不能吃的。”农业是最贴近地球的产业，只有找回对土地的感情，大家才能共创美好的未来。现在的人呢，开始注重了食安的问题，不仅要吃得健康，还要吃得干净。在我身后就有一个农场，它可以让你达到这些的标准。还有，它是用音乐、益生菌来养它们，而且听说它要创造出500年前的生态环境。500年前，你知道是什么样子吗？我不知道。你知道500年前的作物是怎么生长的吗？我也不知道。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500年前发生了什么事。Let's go。看到我这身装扮就知道这个地方有多么的门禁森严。500年前的环境到底是怎么样？我们先来看看500年前的 baby 房长什么样子。Go。这个就是在做今年的动作，这个就会筛选掉的。啊，这筛选掉没关系，就筛选掉，我再筛啊。那你是可以筛好啊。哎，这个也要筛选掉，对不对？对，那个也是要筛选掉的。待完第一点，我们先来看看500年前的 baby 房长什么样子。Go。梅姐，小豆，你好。你先带大家来认识一下，我们这边算是一个什么样的 baby 房？我们这里是等于是我播种的地方。哦，哎，我们来看一下。所以这里是，但是你看的时候你会吓一跳哦，因为我们这个真的是用科技的，然后点到电给花生，对不？但是我这里是自动的播种。Oh my God！ 来，你看一下。哎，我觉得我好像来到，就是你看那侏罗纪公园里面的嘛，人家是在育恐龙蛋，我这里是在育苗哎。这是10月7号意大利新社30克，这是什么种？这个是莴苣的种子。莴苣的种子。对。你看满满的种子，但是满满的种子你却用机器，哎，对，在选呢。直接帮我播种。怎么播？不是选，是直接播。啊，你看一下，有看到了吗？哎，它自动的就吸种子过来。哇塞，这太聪明了吧！我们董事长聪明了。你们用的这个方法太聪明了。你知道我在家里是怎么做吗？我也是一样，有这个海绵，对，我必须自己割、自己剪、自己切，哎，切到一个小洞了以后，我要拿镊子，然后把它塞到一个刚好的地方，然后再来之后续的暗访，让它发苗，然后才种。整个过程都一样，但是你的只能否小自己吃。不是，你们是科技，我那个叫做手工 OEM。对。我的天哪，我好像在做家庭代工哦。他发苗那个让我觉得太惊讶了。他拿用好多的针孔，而且他怎么吸那个种子？他是用针头吸了种子以后，整排插下去，拿起来，好了。这完全是一个科技的概念，就好像我们把种蔬菜，你原本玩的那个
开心农场直接实现在你人生当中，你就进来就是一个开心工厂。所以光这一小小一台机器，它一天能够创造出几株小苗？几株哦？大哥，这里面能创造几株？1小时好了。啊，算了，5分钟。这一盘有几株？96株。它这样的速度，1分钟能创出几盘？1分钟就好。1分钟可以创造几盘1分钟可以创造差不多将近1盘的量啊，1盘的量，一分钟1盘，对吧？差不多，因为它1盘是有3片海绵合成。我们这个不3片，我们这个不叫1盘呐。我懂，我算一下，96，等我288，我帮你算。你怎么速度比计算机还我快？每天都跟电脑在接触，一定是很快的。 288秒，288株，然后这只是1分钟哦。哇，60分钟再乘以60，不知道。还是要我嘛，对不对？你看没有我你怎么办？肯定要的啦，对不对？我已经手指已经点不出来了，你看了，288乘以60等于17280，一天有24小时，这里我不要算多，一天工作8小时就好了，乘以8。13万株13万株那这个时候我要帮你们老板算钱哦，13万啊，这个就不用了啦。13万。利用电脑播种，提高工作效率，才能创造日产量1.6公吨的蔬菜。梅姐说，目前农场内量产蔬菜种类超过30种，实验阶段蔬菜种类也超过100种。将种子植入海绵后，经过压水处理，让种子吸饱水分，接着就可以放入暗房等待发芽。当幼苗长出2到3片叶子时，就可以准备帮它们搬家疏苗，这样种出来蔬菜才会又大又漂亮。所以现在你看，这个就是在做株苗的动作。哦，我这要把它移过去。对这是什么菜？这个是我们的罗曼，罗曼。绿罗曼。对，哇这所以里是莴苣的，我们吃沙拉必备的。哦。对，哇塞，那我就像摘一片来吃喽。这个就会筛选掉的。啊，这筛选掉没关系，就筛选掉，我再筛啊。哦，你再筛好啊。我就是在把它筛选掉的那个人。我觉得你们这里面的工作，要找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来筛选，哦，真的吗？那欢迎你来。我就可以一直这样，好，那你要不要自己来种一下看看？看一下，这个也要筛选掉，这太少。对，那个也是要筛选掉的。好，很好吃，来，我来种种看。这个要选好坏呢，不是全部都可以上去的。哦，真的吗？对呀，像这个就不行。其实没办法，因为你们是要做生意啊。对。要不然，其实照我来看，它每一株其实对我来说都已经很漂亮。啊，对，根系必须要放下去，一定要让它吃到。对，一定要让它吃到。能够吸收营养。这个种好之后，我们必须要这样子来看。我的根系，你看像这个就不行，我们必须要把它调整好，让它可以等一下进到它的家的时候，它能够充分的吸收到养分。好，你看这个也是。我懂了，这个像什么，你知道吗？这个就像是你有在潜水的人，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要呼吸管嘛，我们在水里，我需要呼吸到空气，我才有办法存活嘛。那蔬菜刚好相反，我们在空气中，我需要插一个管子到水里面吸收水里面的养分，它就是一个反过来的概念。好酷哦！我们的根系就是它在呼吸的，对，它的呼吸管。对。哦，然后这样要把呼吸管放下去。对，我们还检查说它的根系有没有放好来哦，这个就很漂亮了。对。疏苗后，接下来正式进入栽培的阶段。能够在这座亚洲最大智慧农场里长大，可说是非常享受的。不但不必忍受风吹日晒雨淋，还可以每天听音乐、喝豆浆、吃益生菌，沐浴在人造大自然的阳光下，不用农药也能紧密大几寸哦。
间有点好像来到梦境里的感觉。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在家里的任何一个盆栽摆饰，却是可以随时随手捡来吃？以为吃蔬菜不是一件挑食的行为，但没想到满桌的生菜摆了以后，我开始在挑我要先捡哪个。台湾第一店，这种场景感觉在梦里才会出现。第一次看到，对不对？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地方，然后这里总共有几层？你猜一下，这里有几层？哇，我数一下好了，好，你数一下。2、4、6、8、8、16、83、24层了。没啦，没有吗？14层。14层哎，这个现在已经是亚洲最大的了。10、12、14、16、18啦。18是在另外一区，真的是18层。哎，2、4、6、8、10、12、14、16，哎，怎么每次数都不一样？眼花了，就好像太开心了啦。对，哇，这上面，你说这已经是全亚洲最大了。对。哇，这已经是台湾第一了，我觉得。对，我们平方米只有400公尺，但是事实上我们的整个种植一天会有1.6吨的。1.6吨。对。哇，好难以想象哦，400平方里面种出1.6吨的蔬菜。对。而且这些蔬菜还非常的多样化，这里面有几种蔬菜？我们有将近100种可以种，但以目前现阶段，我们有40几种。40几种。对。有没有哪一种是最超级的？那我就要告诉你哪一种？最超级的超级蔬菜在这里。哪一种？这里羽衣甘蓝，来，有看过吗？羽衣甘蓝。对。羽衣甘蓝，这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整个最夯的蔬菜之王。为什么？为什么？它的叶酸是一般蔬菜的2.5。它真的是可以生吃的。真的？对。我们先看一下它的根茎的那种，你看，你看它的保水量。非常 juicy 的，对，你看那种保水量，对，哇，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吃过这么 juicy 的蔬菜？哇，没有，而且是直接在种植区直接生吃哦。而且这个呢，其实你吃到的蔬菜味啊，很舒服。所以也就是说，当我今天觉得我蔬菜摄取量不够的时候，我只要进来工厂绕一圈，看到就摘，也补足了。我们董事长进来也是这个样子，对不对？进来摘着就吃了。那今天不好意思来享受一下当董事长的感觉。哇，进来就摘。等一下，梅姐，我发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你从这样往这边过去看，我觉得看的不是菜，看的好像是花因为它5颜6色都有因为我们种的都是我们吃生菜，吃沙拉，对，吃沙拉的时候摆起来的整个5颜6色是非常漂亮的。哦，像为什么隔壁那看起来就比较稍微红一点，再过去又比较绿一点？当然一盘菜里面一定有花花绿绿啊。对，但是它这个我说它照上去的，对，它不一样品种，但是为什么是光线折射问题？还是它原来的？我们的光谱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对，我们会有十字花科，我们会有香料类的，我们还会有莴苣类的。对。但是我在家里种的时候，我的光谱是一种光谱养100种东西那自己家里玩当然是行可以，对不对？当然可以。因为我自己在家里这样种的时候，就觉得哇，好好玩好疗愈每天早上剪就觉得很开心，心情就会很开心，心情很开心。而且这个在家里种，其实有概念了以后，你自己家里有一小区，其实那概念还蛮不错，蛮舒服。其实真的很疗愈很疗愈啊。对。有没有看下去有没有5颜6色？这里有这么多层，我在下面，我的身高顶多吃到1、2、3第3层，对，第4层我已经拿不到了，5、6、7、8、9、10往上你怎么拿？我
告诉你，哎，我要爬了。你爬不上去的。真的吗？真的。哎，为什么？你们独门的技术，对不对？那当然了。哎，如果让我说中了，你说有没有什么小奖励？我中午就请你吃饭，吃我的生菜沙拉。哎，这会不会请太少了？那你今天的一日工，看你要包多少菜，我都让你包。我不要。那你要什么？我家里有这样的器具，对不对？我缺的是种子。哎，这个我好好的想一想。我希望你来。要不然这样好了，我要肥料。这个我要想想。你看，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为什么？我的这个肥料里面哦，有我们原先独家的自己的。你看看。益生菌。我都帮你们讲到了重点。对，我们这个是有喝豆浆长大的。对。我还有我们自己的维生素。我今天好像是一个侦探一样，我来收集很多的资讯，还有发酵液，然后我回去还要再查一下，我如果鱼菜共生，鱼排出来的废料出现了什么东西元素是蔬菜需要的，那我就可以去找同样的东西，然后去找发酵药发出像这样的元素，我就可以丢回到水里面，它就变成养分，我就可以客制化养分。因为光谱这件事情我已经知道，但是发酵跟它的营养来源跟肥料液，我要怎么找到？这个就是他们的know how。所以我等一下应该打电话给他爸。哇，用这种方式逛农场好酷哦！基本上，停，哦，试一下这个好。因为它刚在那边的时候，它上面叶片上有一点的红色，对，红色。好吃。上。哇！哎，那里为什么没有灯啊？台湾第一点。哎，那里为什么没有灯啊？那边是我们现在仿照太阳光的节奏，那我们让它有白天和黑夜之分。那现在照得到光的部分就是白天，那边就是黑夜。对，所以他们也有24小时的作息。是的，我们也尊重所谓的植株生理的部分。植株生理，好酷哦。Go。都是这种生菜类的，是的，都是莴苣类的，对。我在找我最喜欢的菜。这边都是莴苣类的。对。莴苣是最好吃的生菜。是的，最适合做我们的生菜沙拉的。对。所以 ，OK，Go，下去。很漂亮哈，真的很漂亮。太迷人了，这个东西，这真的太迷人了。到了，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有人在中间这样看一看，到了，真希望它是源源不绝的，一直都是这样子。然后你就这样一直看着，有那种时空一直折叠的感觉，太美了。细心呵护的健康蔬菜，只要简单用过滤水冲洗，就能直接生吃。而农场也贴心的推出综合蔬菜组合包，让客人一次能吃到不同种类的蔬菜。说着，肚子又饿喽。想过，就是在家里的任何一个盆栽摆饰，却是可以随手捡来吃。我觉得你们这个概念实在是太神奇了。以为吃蔬菜不是一件挑食的行为，对。但没想到满桌的生菜摆了以后，
我开始在挑我要先捡哪一个。哎，这里面是有苹果、奇异果，还有什么？好多哦。再猜一下。还有一种苹果、奇异果，还有个甜甜的，甜甜的味道，蜂蜜，没错，蜂蜜。还有一个现在很红的水果，黄色的，台湾凤梨，是凤梨。再来还有加上我们的羽衣甘蓝，羽衣甘蓝也在里面，没错，当然一定要有菜哦。先捡一个羽衣甘蓝，是这个吧？这个是，对吧？但这个是比较特别，怎么说？色的，你看它跟这个不太一样。我们有2种品种的羽衣甘蓝，它都是羽衣甘蓝，但它是不一样颜色的。这个青花素的含量比较高。哦，然后钙质含量比较高。这个，因为我们刚刚在里面已经吃过生吃的嘛，我们现在我懂了，我可以自己搭我想要的沙拉。我们自己做一盘沙拉。完美。吃的都强壮起来了，是不是？好好吃哦！哇，这样的概念是从哪来的？是我父亲他在多年前罹患癌症。什么癌？肝癌。肝癌。那怎么办？他那个时候没有透过西医的治疗，他用自然的疗法，然后多吃蔬菜。对。那个时候常常需要喝精力汤嘛，对，做自然的排毒。那他那个时候其实去一般市面上要买真的没有喷洒农药的蔬菜是找不到的，所以他通过这个方式痊愈之后呢，他就在思考，他其实很年轻，他那个时候离肝癌大概才40岁左右。哇，好年轻哦！40岁离肝癌，那他怎么办？他的人生他那时候应该是很 down 了吧？我想。当然一定的呀，他才40岁。40，然后呢？然后他就是用这种自然的疗法，把身体的毒素都排出来。他就深刻的体悟到，为什么会生病这件事情。然后他就觉得他吃了这些，对他身体开始他感受到一些改变。没错。那他就把他接下来的人生来做这一件事情。对，就希望种出这样子的菜，让大家都可以吃得到。你人没有被逼到最后一刻，你不会把你的大绝招拿出来，包括生存。你想要生存，你会为了想要生存，你才会去想很多很多的路，跟很多很多的想法，跟很多很多的创造力。你想要生存有2种，如果说以他爸爸当初是肝癌来讲好了，有些人就呈放弃状，但是为什么有人还可以因为这样子而反思他的人生发生什么事情，而反过来思考食物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且现在食物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跟问题是最大的。如果有人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那是一件非常非常棒的事情。刚刚听你讲完，用这样的方式种这样的蔬菜，而这样的蔬菜又可以让你对于食安有问号的人，你可以把这个问号删掉。对，因为现在其实科技很进步，我们用刚刚讲的光谱可以补足1年4季，可能有时候冬天种不出来的菜，但我们人体都还是需要吃。对耶，就是1年4季都可以克服了。他已经克服了4季耶！哇，好强哦，太厉害，太厉害了。再来就是气候的问题，就是在台湾，我们在海外丹麦也有另外一个这样子的植物工厂。因为丹麦以往都要仰赖南欧或者是非洲进口这种绿色的蔬菜，那我们在地的生产可以减少碳足迹的运输的里程。哦，这样也达到减碳的效果。没错，就是长久的永续经营，这是我们想要做的。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爱护自然是好农业，以新科技复原自然生态，利用垂直式栽种，让生产面积放大100倍，将多余的土地还给自然富裕，让大地休养生息。以光电技术结合水跟蔬菜，除了节省人力，也能强化健康成分，并提高种植效益。目前已经推广到全世界超过20个国家，科技结合农业，更让台湾走向世界。
喜欢吗？记得按赞加订阅，台湾第一的，开启小铃铛哦。